对洋大人毕恭毕敬，对大陆人重拳出击。香港酒店的这波操作，那简直是把李小龙一脚踢碎的牌子，100年后又被香港人给捡起来了。事情的起因是，一小哥去了香港九龙酒店办理入住，看小哥是大陆人，又说着普通话，酒店方呢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优越感，瞬间就涌现了出来。明明有空，前台又没有人排队，大堂经理仍旧以一种近乎说教的语气，要求小哥到一边排队等待。可转头就对着外籍游客绽开菊花式的笑容，英文说的比蜜还甜，恨不得把亲爹来了4个字刻在脑门上，给外籍游客贴心答疑，笑得那叫一个灿烂。礼宾部也是一个德行，给老外拎行李时腰弯的像只温顺的小猫，轮到小哥这儿就扔下一句行李自己拿上去，连手都懒得伸。本以为花了大价钱能享点福，结果一进房间差点背过气。房间玻璃上不是粉底液就是手掌印，马桶盖上还残留着不知道哪一任房客的指甲屑，地板上的纸屑也没打扫干净。这条件说句比内地招待所还糙都算客气。气不过的小哥找到酒店相关负责人进行反馈，大堂经理也是全程敷衍，就差没对小哥说出你是不是在找事儿。最后也是不得已给小哥免费更换了房型，和这梁子算是结下了。退房时，小哥在大厅等车，身边不是翘着腿用粤语打电话的本地人，就是上蹿下跳的黑人小孩。酒店全程当没看见，而小哥只是站累了靠在沙发上，立马有人过来驱赶，说他影响别人。积攒了几天怨气的小哥直接爆发，大声质问道：为什么对洋人点头哈腰，见了说普通话的就甩脸子？我是来消费的，不是来当孙子的。这话可说到了点子上。当年李小龙一脚踢碎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木牌是打破了有形的歧视，可如今某些人把看人下菜碟刻进 DNA， 对着英语就摇尾巴，听见普通话就呲牙，这无形的隔阂比100年前的木牌扎人多了。这哪是酒店啊，分明是把歧视2字写在了门楣上，把李小龙踢碎的耻辱牌捡起来当宝贝，这样的传家宝还是趁早扔了吧。大家好，我是微笑，今天我用这期超长视频聊聊香港的优越感到底是谁给的。香港是金融中心，那我们先从金融角度来看，保不住香港，我们以死谢罪。这是以索罗斯为首的境外资本集团对中国进行绞杀的时候，香港高层说的话。在2000年的时候，他们就认为美国必亡，所以他们早就对中国虎视眈眈，为了能够吃掉香港，成为他们的囊中物，索罗斯将近准备了20年的时间。但索罗斯未免太小看我们这个民族，中国人往往是不可战胜的。说一个恐怖的真相，跨国资本势力祸乱全球，收割全世界，甚至美国的华尔街高层们都是他的手下败将，但唯独在中国，索罗斯却败走麦城。比血肉横飞的真实战场更恐怖的是经济战，因为经济战一旦失败，对一个国家而言是灭顶之灾。毕竟美国当年的金融危机，罗斯福这个世界第一大人物可是用了30年才挽救回来。就在索罗斯来港的前6年，他已经从英国、墨西哥、泰国、马来西亚、印尼10几个国家将他们几十年的积蓄洗劫一空，而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用他们的财富来和中国进行一场巅峰之战。而这场经济保卫战已经被无数的大学纳入教科书。这场被誉为世纪之战的香港金融保卫战，也是近100年之内金融史上最震撼人心的一战。从布局到决战，每1分钟都是血脉奔张的快感。高手过招，胜负往往就在电光火石之间。接下来，我将用最通俗的话语去帮助你细细地解读索罗斯这场惊天的阴谋。1997年的10月，香港的外汇市场突然出现了一股神秘力量，他们开始大肆的抛售港元，直接导致香港楼市暴跌，公司倒闭，老百姓纷纷失业，甚至有人受不了半生的积蓄一夜之间蒸发，而选择轻生，整个香港经济市场一片死灰。而彼时的香港才刚刚回到祖国的怀抱，不过3个月而已。境外资本集团正是看中了这一点，觉得香港根基不稳，有机可乘，如果能够吃下香港，那我们可以稳坐钓鱼台。香港作为全球的经济政治中心，可谓是多灾多难，才出虎穴，又入狼窝。而掀起这场灾难的境外资本集团背后之人正是索罗斯，典型的资本大鳄，在资本市场犹如幽灵一般的存在。凡是被他盯上的地方，基本上都是以风卷残云般的速度吃干殆尽。据说他的身价比联合国42个成员国生产总值还要高。
面对这样一个满级的对手，朱镕基总理都直接下场发话，只要特区政府向中央提出要求，中央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只要香港特区行政政府向中国中央政府提出要求，中央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有了国家的支持，香港高层也决定放手一搏，放出豪言壮语，保不住香港，我们以死谢罪。1997年的10月，香港市场这股大肆抛售港币的神秘力量迅速地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单次抛售金额就达到了450亿港元，大量的港元流向市场，让港元的汇率受到了极大的冲击。银行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提高短期贷款利率的方式，让老百姓把钱存入银行。不料此举正中索罗斯下怀，提高按揭利率虽然能够短期内阻止港元进一步贬值，但面对索罗斯这样财富实力的对手，这样一来无异于饮鸩止渴，因为这样一来老百姓就没人敢买，毕竟高额的利率足够让人望而却步。不过回顾未来的香港高层马上明白，原来这是索罗斯又带着他的立体狙击理论来绞杀香港市场。在过去的几年间，索罗斯靠着这套理论可以说是遇佛杀佛，所向披靡。这套理论具体什么意思呢？其实很简单，就是靠着巨额的财富来做空一个市场，而做空其实就是他的绝招。我来打一个比方，比如说你媳妇儿买到了一个最新款的苹果手机，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一直没有来得及打开使用。而这个时候你兄弟跟你说，他也特别喜欢这手机，于是你把这个手机偷偷的借过来，以1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你的兄弟。但是过了1个月以后，这款手机的价格降到了7000元。这个时候你媳妇儿突然想起了这款手机，说她的手机不太好用了，想用这款手机，但是呢，这个手机此时的市场价已经变成了7000元。你花了7000元，又重新买了一个手机还给你媳妇儿。而这种空手套白狼的操作，则是一种做空。所以你把你媳妇儿的手机卖给了你的兄弟，但是你卖给他的价格是1万元，但是你后面还给他的时候是你7000元买的，而这一进一出，你一共赚了3000元。最主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没有支付成本，而这个空手套白狼，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做空，即使你想要抵挡住索罗斯，这种做空的进攻方式也很简单，就是死死的稳住港元的价格，不让它有一丝的下滑。当你能够看明白上面我所举的案例以后，那你就能看明白接下来我所讲的香港经济保卫战当中的种种玄机。索罗斯为了能够快速的吃下香港市场，其实前面已经做了1年的铺垫。这个时候1997年的10月份，他先是抛售了465亿港币。这一次98年的1月16日和6月17日，他又连续的抛售了2次，分别是310亿港元和78亿港元。这3次抛售让香港的财富瞬间蒸发了2.2万亿，索罗斯也尝到了甜头。这时索罗斯开始正式的现身，他在媒体上公布，凭借扫荡东南亚积累起来的近100亿财富，10天之内有信心击溃香港市场，让投资者纷纷的抛盘而逃。1992年的时候，索罗斯击垮了英格兰银行。1994年，索罗斯如法炮制，又做空了墨西哥的比索。1997年，又开始在东南亚发起连番狙击，所到之处如入无人之境，无人能够抵挡。东南亚甚至直接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而索罗斯靠着席卷来的100亿财富，把市场瞄准了香港，而我们能够挡得住吗？索罗斯心里清楚地知道香港背后站着中国，但他心里面根本就瞧不上中国，他觉得中国人刚刚能够吃饱饭，哪里顾得上管香港呢？更何况他还是一个多年未归家的孩子，根本不会引起国家的重视。索罗斯在1年之内的3次抛售，让恒生指数从16673点历史最高点一路跌到了6600点的香港经济警戒线。香港市场也迅速的蒸发掉了50%，但房产市场也迅速的蒸发掉了50%。但索罗斯没有想到的是，在他流露着对香港无限渴望的时候，我们早已做好了反击的准备。他算计了一生，却偏偏没有算到香港背后中央政府维护香港金融稳定的决心。在1998年的3月份，时任总理朱镕基就曾经对全世界宣布，只要港区政府向中方提出要求，我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来稳定维护香港的繁荣。但这些话在索罗斯眼里只不过耳旁风而已，因为他觉得我们这个民族在过去几百年一直属于一个非常落后的阶段，且不说他不敢来帮助，
就是即便来帮助了，他也不会把大陆当回事儿。到了98年8月12日夜间，香港特首董建华再次搭上了去往北京的飞机。为了能够全力的扶持香港这场经济之战，咱们还专门派出了央行和国行的2位副行长，带着600亿港币亲赴香港督战。除此之外，还有全部的国家外汇储备支配权。说白了，我要全力跟你索罗斯开战，我要跟你干到底。抗美援朝我们都赢了，何况你一个小小的索罗斯而已。这一场仗，如果我们打赢了，我们可能挣的钱并不多，但是如果打输了，万劫不复。输赢标准很简单，如果届时恒指低于7500点，则香港被索罗斯成功做空，索罗斯大赚特赚；如果高于7500点，我们香港胜。所以为了能够让我们的指数高于7500点，我们举国之力做足了准备。接下来双方就到了财力的角逐，只要索罗斯抛售港币，我们就会在第一时间用全部的外汇买下贬值的港币。这个战争说白了很简单，打到白热化状态的时候，拼的就是钱，拼的就是实力，谁有钱谁就能当最后的赢家。但索罗斯毕竟不是吃素的，短短几天之内疯狂的抛售，而他所有的招数都被我们全力的化解掉了。到了8月28日，最终的决战终于来了，索罗斯决定背水一战，他终于按耐不住了。在7月27日的晚上，所有的大陆人都在安静的睡觉，但香港人却睡不着，他们紧紧地盯着电视台，盯着这一消息，因为电视台上任何闪烁的消息都关乎着他们自身的身家性命。到了早上的时候，索罗斯上来就是一记重锤，先是一顿猛抛，但他抛出去的港元全被我们悉数买进。在开盘短短5分钟，交易额就突破了30亿港元，这在香港金融市场前所未有。开盘30分钟就突破了100亿港元，到了中午12时的时候，就已经突破了409亿港元，这已经是逼近了香港牛市的最高成交记录。但这个仅仅是一上午的时间，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疯狂的抢时间，都在紧紧的盯着数据。大楼内也坐着最顶级的数据交易员，疯狂地敲动着键盘，他们每一次失误也可能会为这场经济保卫战带来一个灭顶之灾，所以确保每一次操作都是精准无误。等到中午的时候，指数则被定得死死的，卡在了7800点，可见双方旗鼓相当，战局相当的紧张。这个时候哪怕稍微有一个微小的失误，都会满盘皆输。下午一开盘，索罗斯已经被逼急了，他开始进行了疯狂的反扑，把自己全部的身价全部压上来。因为今天可谓是一战定乾坤，如果今天他失败了，他会面临巨额的赔偿；但如果今天他成功了，我们将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为了确保我们能够立于不败之地，港府动用了300亿港元，整个交易情况如火如荼，平均每1分钟就有3.5亿港元的成交。证券交易所的股票 K 线一直在疯狂的跳动，但稳稳的卡在7800点左右。这一天，交易所里面的气氛紧张的让人窒息，屏幕上的数字开始跳动的时候，时间仿佛进入了静止当中。直到下午4点钟，收盘铃声准时响起，恒指定格在7829点，790亿港币。这场战役我们赢了，香港守住了，索罗斯大败而逃。这是他席卷全球经济第一次遭遇失败。他没有想到，他面对了一个如此强悍的民族。尽管他把自己所有的钱、所有的实力全部压上，但他也没有干得过我们的背水一战。其实，在索罗斯第一次开始做空香港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做好准备，因为我们知道跨国资本势力一直想要渗入咱们中国，所以他来的时候一定是来势汹涌。早在北宋的时候，我们国富民强，我们曾经非常欢迎外国人来做生意，甚至当时很多的跨国资本势力在港口、在码头就已经成为了富甲一方的大佬。但是等到开始打仗的时候，跨国资本势力立马翻脸，帮着外面打中国。当时就有传言说，国有难，犹必乱。到了朱元璋的时候，直接将所有的跨国资本势力全部满门抄斩。这些老毛子没有一个是安好心的，所以跨国资本势力对我们是又爱又恨。他既爱我们的地大物博，爱我们的财富，却又对我们无可奈何。所以这一次索罗斯刚刚开始露出苗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做好了反扑的准备。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一战不光是帮老祖宗复仇，也是奠定了我们国运的一战。27年前，我们很多大陆人在睡梦当中，这场国运之战我们就已经干赢了。所以无论香港也好，台湾也好，大陆母亲所赋予的爱都是高尚的、无私的。如果没有大陆的顶级支持，香港不会赢下这次的战役，也就没有了今天的繁华，没有了今天维多利亚港上静静吹来的凉风。希望台湾早一点
也能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看完香港金融保卫战，我们再从历史角度出发，看看香港今天的成就。香港民众在回顾历史时，只会强调是因为他们勤奋，具备法治观念，才造就了今日香港的繁荣景象，完全避而不谈他们真正致富的根源，反而将这一切包装成狮子山精神来自我美化。但真是这样吗？香港最初是英国人存放鸦片的临时仓库，由于清末战乱、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人口持续从内地涌入，形成了第一批香港居民。新中国成立后，要攻占香港易如反掌。四野部队抵达罗湖时，河对岸的香港只有1万英军，都准备提桶跑路了。毛主席命令林彪撤军，另外写了一封信给香港总督，表示可以停止战争，只有3个要求：不能把香港当作反对中国的军事基地，不能在香港进行损害中国声誉的活动，在香港的中国人应当得到合法保护。英国人非常高兴，急忙同意了教员的条款。收复香港没有任何技术困难，之所以1949年没有采取行动，是经过反复斟酌才决定采取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教员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太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有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一些。总而言之，要根据局势变化再做最终决定。因此，暂时不收回香港，主要有2个原因：一是与英国维持友好关系，在外交上寻求突破；二是需要香港这个港口，让各类物资和外汇进入内地，避免受到西方阵营的封锁。至于何时收回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再详细讨论。当时英国人在远东地区还需要一座城市来施展他们的全球影响力，香港成为他们在这里最后的战略据点，因此很有默契地与新中国配合。在1950年1月6日，第一个承认新中国。是的，英国是第一个承认的，这是我们暂不收复香港换来的。英国的影响力十分巨大，在英国做出表率之后，丹麦、芬兰、荷兰等国家才相继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使我们在国际上站稳了脚跟。从此，香港成为资金、人才、物资进入中国内地的唯一通道，香港才能够在后期迅速富裕起来。例如，在1951年时，从香港进口的钢铁材料占全国进口总量的1/3，橡胶、医药品、器械、化学材料占比达到50%到70%。抗美援朝时期急需资金，爱国香港商人为支援前线，完成了30多亿元的进出口贸易，其中霍英东功不可没。为了援助国家手头的民间贸易生意反而越做越亏，才有了去世后覆盖国旗的殊荣。比起有钱了就只知道追求女明星的刘銮雄来说，霍英东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不知道高出多少倍。在1960年与苏联关系公开决裂后，香港更成为我国对西方世界经济贸易的关键中转站。1974年，英国前首相希斯访问中国，再次与教员讨论香港问题。教员表示，这个问题现在不讨论，到时候如何处理，让年轻人去解决吧。随后，中国与美国关系改善，共同合作对抗苏联。1978年改革开放到加入世贸组织前，香港达到了历史最高峰。这段时期，中国内地10几亿人的消费需求被释放出来，香港只有几百万人口，要忙着做外贸、搞物流、建金融，根本忙不过来。当然是什么赚钱就做什么，最后炒股、炒楼花，连出租车牌照都炒，香港人因此暴富，每14个人当中就有一位千万富翁。我们观察刘銮雄的发家历程，他在上世纪70年代还在依靠制造业致富，之后很快放弃了制造业，转向股市和房地产获利。这就是典型的香港超级富豪崛起案例。李嘉诚最初也是生产塑料花，随后转型做房地产，发展路径完全一致。皆因中国内地1978年前工业发展沿袭苏联模式，为香港制造业提供了发展机遇。1978年起，中国向欧美敞开市场大门，消费需求急剧攀升，让香港获得了巨大财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香港经济达到巅峰之时，亦是其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金庸、成龙、李连杰、刘德华、张学友、张国荣、林青霞、张曼玉纷纷被历史浪潮高高抛起，成为内地几亿年轻人的偶像明星。我们举几个例子，刘銮雄、李嘉欣、蔡少芬、洪鑫的人生经历，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幸的童年。刘銮雄从小睡地板，李嘉欣由单亲妈妈抚养2个孩子，过生日时没钱买蛋糕。蔡少芬5岁时父母离婚，又遇到一个嗜赌如命的母亲。洪鑫的遭遇与蔡少芬如一辙，
父亲在他5岁时抛下4个子女离去，从小就要在街头卖花维持生计。与他们相较，关之琳的家庭出身则优越许多。香港这一批感情纠葛的明星都出生在1950至1970年代，那时多数香港人的生活并不宽裕，直到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香港才充分享受到这波发展机遇，人人都过上了富裕生活。简单来说，香港人的富足是在内地10几亿人经济受限的情况下才出现的特殊历史现象。香港人享受的是内地10几亿人的发展红利，再通过操控金融和房地产，让普通百姓竟然住在那样狭小压抑的房屋里面。那香港普通民众为何没有任何强烈的不满声音呢？他们不会产生抱怨的情绪，因为他们脚下还有坚实的根基。香港民众只需快速通过罗湖口岸，就能来到中国内地享受优越地位。上世纪80至90年代的香港人享尽了高人一等的特殊待遇，哪怕是一个大货车司机，那时也能拿到3至5万港币的月收入，而此时内地工人月薪只有100到800元。香港货车司机在内地各行各业都备受青睐，他们在餐厅享用烧鹅时只品尝外皮，将骨头和鹅肉直接丢弃。他们步入工厂车间，能对最出众的女员工精挑细选，想方设法将其纳入麾下。由于包养的人数过多，因此形成了深圳罗湖的向西村、东莞樟木头的绿荫豪庭和丽景山庄。如果说刘銮雄在香港百姓心中是传奇人物，在香港开货车的司机在内地普通人看来都称得上是半个神仙，能在经济上提供不少帮助了。几年前我去丽景山庄，还能见到一些年老的香港人在破旧的小区里闲逛，他们牵着狗慢悠悠地在那里散步，风烛残年。不知道是不是曾经的货车司机已经看不到一丝往日风光的样子了。在教员逝世之后，从1979年3月到1984年12月期间，英国陆续派遣香港总督、外交大臣、首相访问中国，商讨香港主权事宜。我们这边针对普通民众的舆论，重点强调撒切尔夫人摔了一跤，显示英国人遭受了重大损失。实际上，在中英联合声明中，我们做出了某些让步，很少有人了解。1983年3月，港澳办向中央提交了12条政策方针，规定香港拥有立法权利，维持司法权和终审权的独立性，现有法律法规大体维持原状，现行的社会经济体制保持不变，生活方式维持不变，财政独立等事项，上述内容50年不变。英国人希望的主权治权分离未能实现，但通过隐蔽的方式持续对香港产生作用。例如，香港的终审法院法官多为外籍人士，香港的律师仍然佩戴假发，香港警队的队列仍采用英式风格，学校里的教师也在传授西方价值观念。1983年我们提出这份建议时，我们的实力还不够雄厚，仍需与西方世界保持一定联系渠道，不能完全断绝关系。估计谁也没想到，后来我们的发展速度会如此迅猛，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1997年香港回归，如果一切顺利，香港是可以再辉煌50年，每一个香港人都可以继续跨越深圳河，到深圳来当人上人。没想到2001年中国加入了 WTO， 此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香港最为倚重的金融和港口贸易被分散到了上海、宁波、青岛、深圳、广州、天津等地，香港作为中国与西方世界桥梁的地位开始动摇。中国内地越是封闭，香港人越是受益；中国内地越是开放，香港人收入就会大幅下降。作为中西之间的中间人，当时香港整座城市实际上在承担买办角色，内地越落后，香港获利越多，所以香港与内地从经济链条的开端就存在诸多矛盾。从1997年到2021年，香港与内地 GDP 比例持续大幅下降，从 17.8% 降到 2%， 跌得享尽富贵的香港人一脸懵逼。香港底层民众无法去内地享受服务时，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才显现出来，但香港人的思想观念仍受英国人影响。话锋一转，说这一切都是大陆中央的责任。于是从2019年开始，发生了近2年的香港黑暴事件。香港抗争了2年，发现抗争无果，黑暴分子头目被逐一处理，终于不再胡闹。在历史大周期面前，任何人的抗争都是无济于事的。香港仅有752万人口，而整个中国拥有14亿人民。香港人是人，内地人也是人，不能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让14亿同胞长期处于发展洼地。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这是我们共同的底色。
其实，香港过去几十年的不少财富神话，本质都是时代机遇的馈赠。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战略，让香港成为内地对接世界的窗口。改革开放后，10几亿人的市场需求，更给香港经济腾飞注入了核心动力。可有些受益者只盯着个人财富积累，却忽视了香港普通民众的住房困境、生活压力。这样的成功本就不该被过度美化。如今国家早已今非昔比，从当年依托香港连通世界，到如今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让14亿百姓过上3餐无忧、能买房买车的日子，靠的从不是少数人的资本狂欢，而是心系苍生的国家力量，是无数为民族复兴默默耕耘的建设者。香港的未来更该跳出对个人财富神话的追捧，多关注民生，多连结内地。毕竟只有跟着国家发展的步伐，与全体同胞共富共同富裕，香港的繁荣才能扎下更深的根。别忘了，香港金融保卫战中是中央倾尽国力兜底，才守住了这片土地的安宁。没有内地的物资供给、市场红利和政策扶持，也难有香港曾经的辉煌。可偏偏有些香港从业者摆出跪舔西方、歧视同胞的姿态，早已忘了血脉相连的根本。香港与内地本是一家人，同为中国人，何来高低贵贱？希望香港能摒弃偏见，放下对西方的盲目崇拜，珍惜与内地的紧密联系，以平等尊重之心相待。唯有同心同德、守望相助，才能让香港的繁荣延续，让一家人永远和睦相守。说这么多，也是想让大家明白，中国有今天的成就，能让14亿人日子越过越好，有多不容易。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中国每一位登上历史舞台的精英，都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句话践行。有这样一群心系苍生的人，我们要挺直腰杆做人，不要对外人卑躬屈膝，而对自己人冷眼相待。好了，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微笑，希望得到你的订阅，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辉煌成就，奔赴更美好的未来。